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汉。这个频道主要是介绍公车旅游路线导览以及一般路线介绍。每周五晚上会准时上影片，建议可以先按赞订阅起来哦。今天要介绍的路线是7329，这一集是1835搭到阿里山后，隔天看完日出继续录影的片段。隔了1个月，终于在今天出炉上片喽。沿线除了阿里山之外还有什么好玩的呢？今天一次带大家做介绍喽。在7329的旅程开始之前，先带大家回顾一下上集以及7322的行程精华片段吧。上次从台北转运站搭国光客运的1835，半夜2点30分到达阿里山，再排队搭小火车上到柱山。当天虽然是夜未眠的行程，但看到日出的那一刻真的是非常的兴奋啦！看到太阳公公在阿里山上露脸，什么都值得了。如果要上去看日出，搭小火车的话，从阿里山车站一定要搭柱山线，配合每天的日出时间，每天的发车时刻也会不同。前一天的下午4点30分会公布发车时刻，除了阿里山站现场，网路也可以查看时刻哦。柱山线一个人票价是新台币150元，来回300元。提醒大家，阿里山上半夜到清晨的气温比较凉，如果半夜来这里，还是要带个外套哦。如果不喜欢夜未眠行程也没关系，你也可以选择在阿里山上住一晚，隔天早上再搭园内的接驳车，或是饭店有提供9人座的小巴上去柱山，这样比较不会这么耗体力哦。看完日出之后，你可以搭小火车回到沼湖车站，慢慢沿着森林步道行走，前往梦幻的水湖姐妹潭。姐妹潭是湖泊，分为姐潭、妹潭，两座湖泊大小不一样。妹潭略呈圆形，右侧的红块林是日据时代日本人以天然种植形成的，是目前阿里山里面最密集的块木群。姐潭较大，呈长方形，潭中以2座块木为基座，另外有2座相思亭，有座木桥接连岸边，可以循着环潭步道行走，欣赏湖面以及块木群的景色。塔山步道的起点就在姐妹潭的妹潭旁边，终点是塔山顶观景台，拥有360度的视野，可以欣赏阿里山森林游乐区的全景，以及远眺玉山群峰的景色。另外从塔山步道走进去，就是小火车连越线的足迹。本来录7322的当天，想要走到十字路分道，但是时间跟体力有限，我走到天桥附近就折返了。有来的朋友可以走全程试试看哦。好啦，接下来准备要开始介绍7329喽。好啦，各位看得出来我没什么睡吧？好，可是我现在要下山哦。那下山我们要介绍另外一条线呢，就是7329，好，从高铁到阿里山啊。那等一下搭的班次是要经过奋起湖的。7329从高铁嘉义站到阿里山是台湾好行的路线之一。这条线如果从高铁嘉义站出发，先行经故宫南院，再走台82快速道路，国道3号衔接台18线阿里山公路至阿里山转运站，全程大约3个小时到3个小时半。我搭的这班有绕进去奋起湖里面。这次录影是衔接上回1835隔天的行程，所以我从阿里山路回高铁嘉义站。上一回在搭7322的时候，
好像没有跟大家提到阿里山公路的历史。其实早在清代的时候，嘉义到出口就有道路存在，直到日据时期，日本政府修筑竹崎新高道路、经十字路以及阿里山，以及嘉义的十字路道路、经山美、李家、达方等里番道路深入大阿里山区。1960年代，阿里山已经停止伐木，森林铁路的小火车也逐渐停止运木材，但换成越来越多的游客到山上。嘉义县政府已经运用联合国的各种资源，修筑了一条可以到十字路的道路，但最后台湾退出联合国，十字路到阿里山路段交由省政府兴建。1974年通车，嘉义到阿里山终于有公路直通。1978年，台湾公路第二次整编，国民政府修筑新中横公路的计划，包含嘉义玉山线与玉里玉山线。简单来说，这条路开通后，可以从嘉义市经阿里山、玉山到花莲县的玉里镇为止，全长约209公里。1982年9月30日，嘉义玉山线通车。原本新中横公路的计划要从玉山直通玉里，但由于玉山国家公园成立，基于环境保护与生态保育，台18线塔塔加至山峰路段宣布停建，最后台18线只有到塔塔加为止。
故宫南院在2015年12月28日成立。博物馆的主体设计很特别，以龙、象、马3种动物作为主要设计元素。这3种动物分别代表中华、印度、波斯3者之间的文化交流。从高铁嘉义站来到这，除了接驳车以外，黄9、106、7235、7239，还有 BRT 的7212都能搭哦。故宫南院的腹地其实非常大，可以花上半天的时间在这里走走。户外园区有水景花园、艺术之丘、庆典花园，还有小朋友喜爱的红魔毯、环滑面大溜滑梯、喷水戏水区、戏沙区等。即使你不买门票进入参观也没关系。如果要去蒜头糖厂，可以从故宫南院搭乘糖铁5分车前往。博物馆馆区的开放时间是每周2到周5早上9点到下午5点，国定假日跟例假日延长到晚上6点。每个礼拜一是固定休馆日。好啦，很高兴带大家到高铁嘉义站这边来啦。我是阿汉，今天这一节内容呢，就为你录到这边。喜欢我们的频道，欢迎按赞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。拜拜。